起风啦！当大山送走严寒，迎来春晓，就是我和你相遇的日子。森林会用坚硬不屈的傲骨面对冰雪，却将毕生的轻柔灵动凝聚在我身上。体轻如梦，御风而舞，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细嫩无痕，福取可得，则让所有遇见过的人都肯和我亲近。我是松花鹤，我的故事要从和一名唐朝姐姐的相遇开始讲起。她叫薛涛，是唐朝很厉害的一名女诗人呢。那时候，薛涛姐姐住在成都浣花溪畔，经常需要和文坛名士们写诗唱和。因我而得名的松花间就是她的最爱，但苦于原有的松花间尺幅过大，薛涛姐姐就特地让匠人们将大幅花间裁成较小的一片，既精巧又浪漫，一下子便在文人才子间流行起来，成为至今还长盛不衰的薛涛间。薛涛的薛涛间呢，就是裁狭小的指尖这个规格的创新可能是薛涛的一大贡献。第一张薛涛签有可能是松花签当然之后也有各种颜色的各种品类的薛涛签。一指松花间，两处诉衷肠。薛涛姐姐和大诗人元稹就这样借一指松花间遥寄情思，我也因此成为诗人心中一抹清梦无痕的春色。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闻君与薛涛。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雾云高。哪怕年岁流逝，哪怕毕役结局，爱你便为你怦然心动，梦醒却也了无挂碍。松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作为颜色，我虽来自松花，却也在其他植物中有迹可循。自古至今，人们大多用黄柏为原料，将我赋予织物和纸张。黄柏是古人极爱用的一种染材，也被称为黄不老。当黄柏经过蒸煮后，留下清透的黄，再用宣纸浸染晾晒，通过和阳光、空气的奇妙转化，便可呈现出娇嫩的松花黄色。当今天的匠人们依然以薛涛姐姐的方式染色、裁纸，再精心勾勒出各种花样，我便仿佛看到1000多年前的诗心与情思，清灵如初，世代如新。我是永远不老的松花色，我是不惧任何岁月消磨和重度侵蚀的松花色。
那为什么会选择黄柏去染纸？我觉得这个古人是有智慧的，因为黄柏里面它含的小柏碱，它是可以杀虫的。那么对于书籍来说，它杀虫的功能就能够让这个古籍保留得更久。所以实际上，古代的染匠他也是懂药理的。除了剪纸之上，我还遇见过好多更好玩有趣的经历呢。你看，我是李白笔下的浪漫。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胎紧含碧丝。相传大文豪苏东坡也曾为我写过一篇松花歌。一茎松花不可少，8两蒲黄切莫炒。槐花杏花各无钱。你看，祈福长寿的松花酒是我做过的神仙梦。松花酒好喝，但不要贪杯上头哟。而当松花粉遇见红豆沙，你会看到软糯香甜的松花糕，不仅保留了我原本的色泽，还能抚慰人心。不信你尝一口，一定会很快乐。中国古人不仅去对松花有运用把它当作保健品像松针松叶都会应用到中国人这种健康的理念当中。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跟大自然的一种和谐的关系。《红楼梦》中，我还是曹雪芹笔下的一抹娇艳。有一次，贾宝玉找薛宝钗的丫鬟莺儿打烙子，就特意提到了我。松花色配什么？松花配桃红，这才娇艳。在要淡雅之中带些娇艳。这位曹先生不愧是江宁制造的后代呀，真是懂我，懂我的淡雅和生机，懂我的娇嫩与亲近。差点忘了，鲁迅先生也不止一次在文章里提起过我呢。小鸭也诚然是可爱，变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地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大家都说好。瞧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和我一样可爱呢？你喜欢诗吗？当花香和色彩被裁成撕裂的尺寸，那些动人的诗句就是我想捎给你的心里话。你喜欢梦吗？当柔情撑起一个时代的浪漫与传奇，那些了无痕迹的清梦，便是我无拘也无惧的洒脱。你听，又起风了。我是永远不老的松花色。我和古人的故事讲完了，和你的相遇又会在哪里呢？